人登机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能容纳上百人的机舱居然空无一人。就在他怀疑是否跟女儿包了场时，身后传来了旅客的吵闹声，女人这才稍微松了口气。这时他看到了窗外托运行李的车辆，上面赫然放着一口棺材，但拉希和女儿都没有感到害怕，因为那里面正是他们挚爱的亲人。飞机起飞后，拉希发现最后几排座位都是空着的，于是提议带着女儿到后面去睡一会儿。然而诡异的事情也就此发生，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被烧掉了 CPR， 因为当拉希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躺在对面的女儿不见了。起初拉希并没有在意，也许女儿只是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可当他查看时，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拉希的不安引起了边上空警的注意，在得知他在找女儿后，表示在这36000尺的高空，就算小女孩长了翅膀，也不可能飞出这架飞机。How long have we been flying? 3 hours, maybe a little more. 不知不觉间竟然飞了这么久，估计女儿是去了卫生间。然而等他找遍了机上的厕所，都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此时的拉希开始有些着急，他询问空姐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得知女儿就在餐厅后，拉希长松了一口气。可当他转身走向门口，迎面走来的小姑娘却不是自己的女儿。No, she's 6, my daughter. You probably saw us. I was carrying her aboard. Of course. Yes, she hasn't been up here. Sorry. 很明显，空姐也只是在敷衍自己。那么多的乘客，她记不住也很正常。也许女儿只是找其他的小朋友去玩了。此时的拉希有些恼火，他曾多次告诫过女儿不要在人多的地方乱跑。然而，当他找遍了这架双层的豪华客机后，才知道自己猜错了，因为到处都没有发现女儿的身影。拉希的心顿时跳成了一团，想到女儿找不到自己，很有可能回到了睡觉的地方。他焦急地返回最后一排座位，却只看到了女儿心爱的玩具熊。拉希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个玩具熊女儿从不离手，走到哪里都会带在身边。难道女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吗？当他向前排的乘客询问有没有见过一个6岁的小女孩，对方却出乎意料地回答没看见。拉希反常的举动终于引起了空姐的注意。得知他在找女儿后，空姐用机上的广播发布了寻人启事，请发现小女孩的乘客按响服务铃。然而等了很长时间，2层的乘客都没有任何反应。拉希要求搜索整架飞机，但却遭到了空姐的拒绝。She's been through something. She's not herself right now. Can we get the seatbelt signs on? Or, I think we're getting ahead of ourselves. I just need the aisles clear so I can look. Okay.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go back to your seat. But I tell you what, I will personally go and speak to the captain and see if he can step away from the flight deck.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机长的身影，空姐也没有开始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坐在前排的乘客都表示没看见过一个小女孩，甚至从上飞机就没见过她身边还有个女儿。拉希想让2个小朋友帮忙找一下，但却遭到了他们父亲的拒绝。在成人的世界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不变的准则。此时身边的空姐也被人叫走，从2人窃窃私语的表情中，拉希感到了强烈的不安。他赶忙过去询问是否有了女儿的消息，然而空姐却挂断了电话。 Miss Pratt,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 she's here. What? Ma'am, we don't have any record of your daughter ever having been on board.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自己明明带着女儿上了飞机，怎么会没有记录？ Ma'am, this is our passenger manifest. Your daughter isn't on it. We walked right past you. 26, row 26. I put her in the seat next to me, 26A. The manifest list 26A is unoccupied, and I did the head count myself. I checked each seat. So you missed one.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finding her now? 见对方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拉希当即掏出了2人的机票，可兜里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这时他突然想起，登机前女儿曾要求自己拿着登机牌，也许他放在包里了也不一定。可拉开行李架后，却发现女儿的背包竟然也不翼而飞了。一个6岁的女孩绝对不可能够得到这种高度。直到这时，拉希才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卷入了一场惊天的阴谋当中，于是不顾所有人的劝阻，一溜烟冲向驾驶室。他必须立刻见到机长说明情况。然而还没等他敲开机长的肛门，就突然被人按在门上。原来他的举动已经引起乘客们的恐慌，空警不得不对他实施强制措施。然而机长还是听到了客舱里的骚乱，他立即查看了旅客的登记信息，并再三跟机组人员进行确认。当他问到登机口的空姐时，对方却从当初的信誓旦旦变成了不确定。 I don't remember either way, sir. 而且后排座椅上确实留下了小熊和毛毯。机长先是谨慎地询问了拉希有没有饮酒或者服用过什么药物，他想确定拉希精神是否正常。拉希表示自己吃过抗抑郁药，在1周前丈夫发生坠亡后，每天早上都会遵照医嘱吃2片。而她和女儿此行的目的就是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空姐也证实医院确实送过来一口棺材，却唯独没有人看见过她的女儿。而且机上一共32名儿童，他们也全都一一核对过了。这还真是一个头2个大。机长又将视线转移到了空警身上，因为当时他的座位离拉希母女并不远，但得到的答案却还是没看到。可拉希脸上焦急的表情也不像是假的。
再加上空乘人员回答问题时的一丝迟疑，机长当即做出决定。Get the lights up. Get every passenger seated. No one in the toilets, no exception. Look for her backpack, her boarding pass. Check every closet, every bin. Are there any more questions? 接着他们打开机舱的照明，关闭所有卫生间的肛门，所有乘客都被要求返回自己的座位，没有特殊事情禁止随意走动，然后开始逐一检查行李箱，打开所有的柜子，任何能够藏匿小孩的地方都没有放过。A 6-year-old girl climbing into avionics. This is really silly. This is procedure. Captain. 见他们如此用心，拉希也投来感激的目光。可即便搜寻到了每一个角落，却依旧不见女孩的踪影，更别说她的背包和登机牌了。但拉希却坚信女儿就在飞机上。他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的检查，当路过一个大胡子时，却突然感觉对方有点眼熟。Do I know you from somewhere? You've walked past me 5 times since we took off. Does that count? 拉希审问式的口吻让大胡子很不爽，尽管他的回答非常完美，但还是引来了周围乘客的窃窃私语。拉希再次找到机长，要求进入货舱寻找，然而却遭到了机长的严词拒绝，因为一旦遭遇气流发生颠簸，下面的人就肯定会受伤。况且他也不认为一个6岁的小女孩有能力自己跑到下面去，表示他会继续让人在客舱内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再考虑是否派专业人员下去。而拉希要做的就是回到座位上耐心的等待。此时拉希却突然想起，那个大胡子自己之前确实见过。I know I've seen you before! What? Where's my daughter?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拉希就曾发现对面窗户上有2个人影，一直鬼鬼祟祟地向着女儿的房间里窥探。现在想想，就是眼前这2个人，一定是他们绑架了女儿。然而大胡子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眼前的女人，说着还拿出了酒店的消费账单。但其他乘客却提出了质疑，因为一张账单确实说明不了什么。尽管如此，拉希也确实没有证据表明人家绑架了女儿。Where's my daughter? I spent the night watching a movie, you crazy butcher! Where's my daughter? 拉希的疯狂举动也让空警彻底失去耐心。如果再这样，就要给他戴上手铐，因为人家根本没有理由等到上了飞机才动手，而且还是去绑架一个根本不在乘客名单上的小女孩。Obviously, they'd have to have somebody from the crew involved. Fine, let's go arrest both of them. Just as soon as you can answer me one more question.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take your daughter? What makes her so special? What makes you so special? 空警的问话让拉希哑口无言，而这时候广播里也传出解除禁令的提示，这也就意味着寻找女儿的行动彻底终止。他气愤地找到机长，问他为什么要停止寻找。If you would just come with me. No, I'm not going anywhere. You understand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immediately. Where's my daughter? If you come with me. Where is she? Where is she? Dead, goddammit! 拉希还以为女儿在飞机上出事了，然而事实却远超他的想象。原来机组人员已经跟送来棺材的医院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他们的女儿当时也跟父亲一起坠楼了。拉希不敢相信，因为丈夫出事后，她还跟女儿在酒店住了整整1周。Your daughter, Julia, died of internal injuries. 2:36 p.m. 机长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拉希一时间无法分辨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活在现实。他一路狂奔，朝着印象当中女儿所在的座位跑去，直到那个大胡子一把将他摔倒在地。等他再次醒来，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旁边还坐着一个心理医生模样的女人。这是机长特意安排过来安抚他的情绪的。女人表示，人们在经历重大事件时，往往选择不去相信，不愿接受痛失亲人的事实。拉希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然而，当他转头看到玻璃上的小星星后，他立即意识到不对，这分明是女儿刚上飞机的时候画的，也就是说，眼前的人都在撒谎。他借口上厕所，让空警打开了自己的手铐。谁知他刚进入厕所，就迅速脱下外衣，垫着手砸开了天花板上的通风口。接着来到一处肛门，用硬币轻松打开，柜子里面竟然是飞机的主控电路。拉希将上面的2根线调换了位置，机舱内的氧气罩瞬间掉了下来，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重大状况。空姐赶忙安抚着大家的情绪。此时拉希又揪下了另一条电线，拔掉插头，将裸露的铜丝搭在其他线路上，导致整架飞机的电源短路。在失去照明的瞬间，拉希赶紧从厕所溜了出来。黑暗中，他来到服务台，成功钻进了下面的货运电梯。此时机长也发现了异常，他告诉空警是有人蓄意破坏了电源。然而当他打开厕所的肛门，里面却早已没有了拉希的踪影。而此时的女人也来到货舱，她一边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一边四处寻找。当她看到丈夫棺材的一刻，想起了机长的话，难道女儿真的和丈夫一起走了吗？拉希颤抖着双手输入密码，可打开盖子才发现里面只有丈夫一个人的尸体，这更加证明自己并没有产生幻觉，而是真的弄丢了女儿。
然而就在他准备继续寻找时，空警却找了过来。他重新给拉希戴上了手铐，并表示由于他的原因，飞机将在最近的机场降落，而这也是拉希最想看到的，因为到时候就可以清空飞机，仔细寻找女儿，以至于都忘了给丈夫的棺材重新上锁。等她被带回客舱时，不但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相反，乘客们都为抓到这个疯女人而欢呼喝彩。带回座位上后，空警将拉希交给一名空姐看管，说自己要跟机长汇报情况。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不但没去找机长，反而按着拉希的线路来到货舱，然后找到4场大开的棺材，撕掉包裹的海绵，里面赫然是几块塑胶炸弹。原来他才是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拉希的女儿就是被他藏起来的。他在机头安装好炸弹，就启动了引爆装置。随后他又找到机长，声称拉希就是恐怖分子，要求立刻将5000万打进指定账号，否则就立即炸毁飞机。She has an accomplice on board. She won't say who it is, but that's who's holding the detonator. They want the plane deboarded on the tarmac, passengers first, then the crew, and they want a G3, fueled and waiting. Someone searching for the little girl is just... 机长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女人的阴谋，他想找拉希谈谈，却被空警拦了下来，表示拉希现在不想和任何人谈判，也并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否则也不会允许飞机降落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航空公司先给打钱，然后再想办法将拉希和他的同伙一网打尽。然而就在空警想要返回客舱的时候，却被看守拉希的空姐叫住。原来拉希已经猜到是他篡改了登机记录，也正是他给了机长事先就准备好的医院证明，因为这些事都是他经手的。现在眼看事情败露，他再也不敢回到拉希身边，但空警却安慰他，再有10分钟飞机就要降落了，到时候引爆炸弹，所有证据都会随着爆炸灰飞烟灭。安抚好同伴后，空警再次来到拉希身边，表示自己会陪他到最后一刻。在清空航班后，配合警察共同寻找他的女儿。当看到飞机成功降落后，拉希也终于放下了担忧。当所有的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最后下去的就是机组人员。看到机长后，拉希飞快地跑到他的面前，他坚信自己很快就会找到女儿，到时候希望机长为自己的失职向他道歉。而这时的机长也终于忍无可忍。Your money has been wired, just as you asked. A G3 is waiting, just as you asked. Perhaps we can do without the pretense of a missing child now. 拉希听得一头雾水，边上的空警眼看就要露馅，于是谎称要去找警察，而快速向飞机出口走去。拉希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联想到机长说的话，再加上自己早就怀疑机组人员有内奸，他似乎瞬间想通了一切。Carson! You get off the plane when I say you get off the plane. 空警顿时僵在原地，不回去他就会暴露，于是只好重新返回飞机。然而他手里却有着拉希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女儿。他们目送机组人员一个一个的走下飞机，谁也没注意，其实里面少了一个人。就在空警缓缓关闭舱门的刹那，拉希抄起边上的灭火器就是一下，随后在他身上找出了引爆器。然而就在他逼问空警女儿的下落时，那名空姐拿着电棍出现在身后。拉希见状转身就跑，在空警追上来前成功躲进了驾驶舱，接着打开顶棚的通风口，将飞行记录扔向了舱门。发出的声音让底下的空警误认为拉希已经逃走。在确定他已经离开后，拉希小心翼翼地从驾驶室走了出来。可他刚准备走向货舱，那名空姐又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眼前。拉希先是一顿嘴炮，接着便是一记老拳，直接将空姐打翻在地。空警听到动静，赶紧从通风管道下来，谁知由于过度紧张，竟然摔了下来。等他一瘸一点地来到下层，发现飞机的舱门大开，一个人疯狂地奔跑在雪地当中，正是自己的同伙。此时的拉希也终于在货舱的最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就在他准备抱着女儿离开时，却看到了爬下来的空警。现在事情已经暴露，索性他也不装了。原来拉希的丈夫并不是自杀，而是被人推下楼顶。之所以会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躲避安检成功将炸药运上飞机。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棺材是不用进行扫描的。而选上拉希也是因为他是飞机设计工程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架飞机的结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要绑架拉希女儿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那个劫机犯。即便现在真相大白，也不会有人相信拉希的供词。这就是空警的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眼看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拉希索性抱着女儿逃进了安全舱。What are you gonna do? Huh? You gonna blow us up? No, just you. Okay, she did it.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硝烟散除，拉希紧紧抱着女儿出现在众人面前。God, jeez. What is she holding? She's holding her daughter. Your daughter. I'm sorry. 这一声道歉并没有让拉希等得太久，
而那名空姐也没能跑了。当她抱着女儿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投来了敬佩的目光。面对大家的质疑，拉希没有放弃，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救回了女儿。